大家好，我们继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课程了。那么，今天这节课呢，就触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大跃进以及大饥荒。这个涉及到上千万条人命啊。那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两起历史事件，但是它具体的是怎么回事啊？我想很多人其实也不是了解那么详细，我们就来看一看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起这个大跃进呢，它的起源是这样的：1957年的11月，当时呢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就是共产党的附属的代表们，他们在莫斯科聚集，开了一个会，然后发表了一个和平宣言。这个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所谓的这个盛会，64个国家的共产党。那么在这个会上呢，当然召集的是前苏联嘛。所以赫鲁晓夫是这个会议的主持人，那当然也是出尽了风头。赫鲁晓夫呢，在这个会上宣布说，苏联呀，15年要在钢铁产量上要赶上美国，做了这么计划。这个当然是苏联显示他老大哥地位哈，显示苏联国力强大。那么在这个会上，那么中共的代表当然也去了哈，毛泽东也看了这个会议的进展。这个时候大概是出于要跟苏联跟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主导权，大概出于这个目的，毛泽东决定要跟苏联在这个钢铁产量上去进行竞赛。这就是大跃进最早的一个起源，就是为了完成或者满足毛泽东要跟赫鲁晓夫斗气或者要跟赫鲁晓夫争这个强出这个头，出于这么个动机。所以，1957年11月64国共产党会议之后，11月13号，《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就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做《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这一篇社论第一次提到了“大跃进”这3个字。这是1957年年底了。到了1958年1月1号，《人民日报》新年元旦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的社论中，等于这个提出了新的一年的任务正式提出个口号，叫做“超英赶美”。怎么超英赶美呢？社论说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是超英。那么在这以后呢，还要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这是赶美。那么以便逐步的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他听听不得了了！1958年1月1号的元旦社论已经正式提出来超英赶美，在30年以后的时间，要直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了。原来准备是用30年左右时间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在变了，要直接要30年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了。这个当然比赫鲁晓夫还牛逼这个比苏联还厉害，这个也马上要进到共产主义。这也是中共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建设目标给这个提上了中共的建设日程了，吓人这个比中国梦还吓人。那么1月11号，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开始吹响号角。他首先就批评了所谓的反冒进的倾向，就是他提出来的经济大发展，周恩来这些人觉得，哎呀，你发展不可能发展这么快你这发展太快了，叫做冒进。党内有很多的比较成熟一点的经济领导者都反对经济发展冒进。毛泽东干脆就在这个工作会上提出，我们要反对这个反冒进的这种思潮，反冒进叫做。那么再次确认要在15年的时间内超过英国。1958年5月，中共召开8大2次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很著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你现在要到中国的农村一些地方，扒拉那墙上的灰，你也许还看得到。因为当时呢，在全中国，反正我小时候就看到过包括北京大城市、小城市、农村，
到处都刷满了大标语。这个大标语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内容就是几个字：8、9、10、11、12、13、14、15、19个字的总路线。什么呢？叫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我们耳熟能详啊，在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中国人类，我想应该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一背就背得出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这成了毛泽东的经济建设的总路线啊。就是你看，多快好省这4个字儿，多摆在第一个，快摆在第二个，至于好不好、省不省，都是第3位、第4位的。这个总路线的制定，直接导致了大跃进的开始。在这个总路线的指引下，57年年底开始抽风哈，到58年就已经这个病到了这个膏肓了啊。到了58年的8月份，大家知道58年一般的8月份都干嘛？开北戴河会议，这各级领导啊都到了这个北戴河。8月的17号到30号，活活开了半个月啊。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上通过了2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这么一个决议由中共中央发出，说明年要生产1070万吨钢。第二个呢，叫做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人民公社问题提出来了。58年8月提出了这个2个重要的决定，大家记住这2个文件，一个是钢产量，一个是公社，为大跃进运动提供了政策上的或甚至是法律上的依据啊。大跃进呢，在全国一下子就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这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也是一条贯穿主轴的红线，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就是中共治理国家有个特点，把经济建设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那么大跃进就是最典型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你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包括晶片呐等这些你都看得到。那么大跃进开始以后啊，形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各地纷纷的谎报粮食产量。我们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著名的所谓的放卫星，这卫星线放到天上去了哈，就形容这个产量之高啊，直线上升，就像卫星升空一样。你比如说，这都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哈，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荒谬，后来都习以为常了。你比如说，1958年的1月，广东的汕头报告了，说他们那个地方啊，晚稻这个生产稻米啊，亩产你猜多少斤？3000斤。这个亩产，我们这边要有这个在农村生活，我是城市长大小孩，我是真不知道，但是我都知道肯定太夸张了。我们要农村生活的同学应该可以想象啊，亩产3000斤。这个58年1月，广东汕头说他们那的亩产已经达到了3000斤了。1个月以后，这个记录就被打破了。人家贵州还哪儿穷哪儿还生产的多。贵州有个叫金沙县的，这个县人家告诉他们一季度的亩产3025斤，超过了25斤哈，打破了记录。再往下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听越荒谬了哈，已经疯了，飞起来了啊！整个这产量就，你比如说，这是还58年1月和2月还是3000斤呢，比起来相当的克制了。到了1958年6月8号，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报道，说河南省遂平县啊，这个有个叫做农业社，叫卫星农业社，你听起来就是放卫星的农业社。这个他们的小麦的亩产好像达到多少呢？这个2.9亩小麦实验田，亩产达到了3530斤，比这个3025斤又增长了，到了3500多斤了。人民日报报道，正在这个时候，全国呀都开始亩产都是2000斤、3000斤的，开始各地纷纷放卫星哈。实际上亩产应该多少？这个我是不知道。后来我们大概做过一些调查哈，应该是几百斤，就一直到今天啊，那个能到1000斤的简直就是神话了哈，基本上就是几百斤。但是在大跃进时间，全国各地连贵州啊、河南啊亩产都到了3500斤。6月16号，专门有人跳出来捧臭脚，这个亩产到了这样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但是有科学家站出来了，替这个亩产上千斤来辩护。这个科学家谁呢？就是我们著名的钱学森先生。
这个钱学森是因为是归国哈投效中共，所以被立为这标杆人物啊。这是整个中国的科学权威，毛泽东也特别信奉这个钱学森。钱学森以整个中国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在中国科学青年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挺吓人，叫做粮食亩产有多少？从科学上告诉全国老百姓粮食亩产可以生产多少。这数字哈，我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你呢先扶好了椅子，别到时候给你吓着。钱学森在这篇科学分析的文章中，以科学依据指出，在中国，稻子也好，麦子也好，亩产可以达到2000多斤的20多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啊，你就直接说多少就算了。我数学不好，大家帮我乘乘看，2000多斤的20多倍那是多少？大概40多万。数学不好，错了纠正我哈。反正钱学森说能到2000多斤的20多倍，大概40多万斤吧，能到达这个数。他说做得好是可以到达这个几十万哈，这个2000斤的20多倍这个数的。首席科学家证明了，由于钱学森是官方大力推崇的科学家，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他这篇文章一出来，那结果就成了这个全国各地亩产放卫星的合理化基础。原先还搂着点说几千斤，这钱学森一说2000多斤，你们可以提高到20多倍。于是各地的这个亩产数量根据想象力大幅度的增长。你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人呢，站出来推动大跃进的不仅是科学家，还有我们的文学家，著名的诗人郭沫若同志站出来了。郭沫若这个时候呢，写了一首诗登在《人民日报》上，叫做《迎春序曲》。这时候的郭沫若的诗已经都叫这名字了哈，这原来女神呐什么都不叫了，叫《迎春序曲》。这个序曲我给大家念一念啊，听着特别的解气来劲，叫做赶上英国只需要15年，农业纲要7年就可实现。著名诗人郭沫若的诗啊，你别以为我在念篇文章，这人家的诗。赶上英国只需要15年，农业纲要要7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接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这个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展现了他们的尊严。大诗人郭沫若多么好的诗篇哈！吓死人！要把珠穆朗玛铲平啊，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人民就是创世主，人民要展现人民的尊严。人郭沫若专门编了一本诗集，叫做《红旗诗谣》啊，《红旗歌谣》，专门收集，给大跃进增加了热烈的快板书的这个热烈气氛啊。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波高过一波。7月25号，新华社报道说，江西省的鄱阳县的桂湖农业社，他们这个社的干部实验田亩产，你猜来到了多少？前不久半年前还3000多呢，搂着，经过钱学森和郭沫若的一番鼓吹，7月25号亩产一亩产了9195斤，看看人家江西省，直接3倍跳过去了。不干，别的地方不干了。一看这情况，你凭什么你们就能生产9000多，我们更多？7月31号，《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应城西县有个春光农业生产社，这个生产社的生产队长叫甘银发啊，甘银发老先生，他种了这个一亩早稻，亩产达到了10597斤。7月25号那9195。6天以后就被超越了，放卫星来到了1万多，破万了，亩产破万了，快达到钱学森的标准了。8月13号，新华社进一步加码说，湖北省另外一个地方也不干了，那个地方麻城县的老百姓说，这还了得啊！你们生产1万多斤，看我们的。他们报告说，他们那个地方有个叫建国一社，号称天下第一田呢，他们的早稻亩产来到了多少？我都不敢说这数哈。我先冷静一下，再告诉大家这个数，5位数，36900斤，亩产呢36900斤，比这个8月13号这个亩产，比7月31号亩产又翻了3倍，
咱刚才说哈，这个以前1000多，这个3000多翻到9000多，这好嘛，1万多翻到3万多，你以为这就完了吗？3万多亩产哪行啊？这怎么能符合大跃进的气概呢？对不对？那个郭沫若说了嘛，这个珠穆朗玛峰都要铲平，所以这是8月13号，到了9月5号，人民日报又报道了，又是广东省，广东省非要把荣誉给夺回来，广东省宣布了，人家广东省的连县，这回倒不是1亩啊，1.73亩，1.73亩的这个稻生产的稻米哈，达到了亩产多少呢？刚才是36900，现在是60437斤。哎呀，我都想鼓掌了啊！这真是太精彩了，我都跟着有点讲到这段虚假的历史，我跟着有点激动了哈，这还了得？你看看，是吧？已经6万斤了。9月5号，截止到9月25号的官方资料，亩产这个稻米亩产最高数字根本还不是这个6万多。这个大家真的啊，这个你可以查，我这边是有哈，这是来自这个邝全和潘良2个人编著的《我们的50年代》这本书。你要不信去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的《我们的50年代》这本书的第114页写，大跃进期间最高亩产量是多少呢？在中国，人类的奇迹创造了1亩田，这是广西省环江县的红旗人民公社，人家的亩产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你们猜多少？给大家3秒钟，你猜猜多少斤？刚才我说的最高是60437斤，1、2、3，我告诉你多少，130435斤，我都没劲儿了，说这数量我都没劲儿了，太吓人了。亩产130435斤，这就叫做大跃进，放卫星，中国的亩产放高。你以为只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会吹牛呢？中国共产党吹牛这老毛病了，也不是老毛病，老传统了。而且跟过去这个传统发扬的更光大，当然未来是不是比这个更光大也有可能哈。比如说中国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家哈，那时候说中国的亩产能到130435斤，大家真的应该记住这个数字，这数字太高了，高到连毛泽东同志自己都有点心虚了，都有点心里打小鼓了，他都觉得可能吗？亩产13万，1958年11月啊，这个1号。到27号，这共产党这会开的挺长，开1个月，召开武昌会议，政治局委员大家全去开会，在这个会上啊，这个大家都很兴奋啊，说亩产13万了啊。这个李锐呢，就是大家知道李锐毛泽东那时候的秘书，李锐后来写回忆录，他就回忆，他当时毛泽东秘书李锐说，毛泽东有一天啊，实在憋不住了，就把李锐揪到一边就问。不是他李锐自己啊，他憋不住了，他去把毛泽东拉一边，他问毛泽东去了。他这个李锐那时候年轻啊，胆子也大。他说：“主席啊，他说你这个农村长大的哈，您这个长期在农村生活过，他说你怎么会相信1亩地能打上万斤、好几万斤粮食呢？这怎么可能呢？”李锐不信嘛。这毛泽东这时候呢，也说了实话了，毛泽东也心虚了。毛泽东说我也不是特相信呐。他说可是你看人家钱学森那首席科学家，人家在美国。米国对不对？美利国念的这个博士物理学家，人家大科学家人都写了文章了。他跟李锐说：“他说你不能不信，你钱学森说的，说可以到这么多斤，那你看所谓13万斤有什么新鲜的，对不对？”还把李锐训了一顿。你可见钱学森这文章影响之大。毛泽东多多少少啊，我相信一半一半哈，就是毛泽东大概也知道吹牛，可是呢他就甩锅甩给了钱学森。但反过来说啊，大家历史上要记住钱学森这个人，就是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钱学森绝对是有责任的。至少毛泽东对外讲，他说是科学论证，亩产是可以的，你达不到那就是你生产积极性不高，所以各地拼命的大跃进，这才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中国的这些所谓这些科学家，包括郭沫若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手上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就是从这儿来的哈。那么在这样的气氛下，全中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风潮，浮夸的现象到了荒谬的地步、荒诞的地步，而且蔓延到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领域。比如说，根据李锐的回忆，很多省、县和公社几天之内办起了若干所大学，公社办起了大学。你比如说，河南省
河南啊，登封县文山乡，一个乡盖了12所大学，建了12大学，咱都不知道学什么，老师都是农民。一个乡12所大学，后来有个方城县不干了，一个县建立了300多所文艺学院。你就300多所学院就算了，还是文艺学院建了300多所。你要不信哈，这个也都是有数字的啊。这个来自这个亲历共和国60年这本书，也是人民出版社啊，官方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依然主编的《亲历共和国60年》这本书的第53页，说这个河南省方城县建起了300多所文艺学院。江苏省在大跃进的规划中提出，5年内要兴办大学300到500所，35年内要普及初中教育，1年多时间扫除文盲，2、3年内要实现4无。什么叫4无啊？就是人家这个决定哈，这个江苏省决定在2、3年内让在全省去达到没有蚊子、没有苍蝇、没有老鼠、没有麻雀，要达到4无。哦呦，这真厉害！我真希望他们能活到今天哈。我特讨厌蚊子。这个人家决定2、3年内，至少在我们江苏省3年内绝对不会再有蚊子了。文史学者宋文彬在日记中有个记载，说1958年7月7号，他参加浙江省政协组织的一个参观团到了丽水县，听取该县文教专业组报告的时候，亲耳听到对方说他们丽水县8天8夜扫盲5万人。让5万人在8天8夜之内从大字不识变成诗书满腹，每个人都识字1500字以上。他这个到了郑州还参观了一个展览会，调解员说他们那里的那个鸡呀，现在每天下14个蛋。哎呀，这个吹牛吹的哈，我真的想起立鞠躬啊，真的是荒诞到如此程度。但是很少有人公开质疑啊，你这个。我们历史上都知道什么叫做大跃进啊，具体大跃进到了个什么程度，这里大家听到啊，就你今天说起来，我说你都不敢信，但是我刚才也给大家说了这个出处了啊，你不信你回去查，这都是人民出版社出的官方的出版哈，就是当时大跃进亩产到了13万多，这个建大学能一个乡给你建300所文艺学院，这个扫盲哈能8天8夜给你5万人从不识字到识1500字。然后这个鸡都跟着大跃进，一天都给你下14个蛋。中国所谓著名的大跃进就是这么回事。如此荒诞的一个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毛泽东这个时候什么心情？中国共产党什么心情？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大跃进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下节课再向大家介绍。